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主要是讲把 OpenCloud 接入微信，全程就跟山海经里养一只蛟虫当电子宠物一样。蛟虫是啥来头？山海经里说它是状如风，赤身人面，喜欢学人讲话，也喜欢传悄悄话。出现的时候预兆大丰收，妥妥的上古宝物。把 OpenCloud 挂上微信，它就变成这只小蛟虫。你休闲躺平，它在后台干活，自动帮你回消息、陪聊。这期先讲如何接入微信，视频推流机制创作不易，请大家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首先要检测一下你的环境的配置，以及是否已经安装了 OpenCloud， 也就是传说中的小龙虾。使用这个命令，在终端里面运行一下，按回车。我是已经有 Node 了，也已经有 NPM 了。也有 Python， 也有 pip。OpenCloud 的 version 是 20.26.3.13， 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在 OpenCloud 关于接入微信的官网上，它有写的很清楚，最低的版本要求是 26.3.22， 因此 OpenCloud 的版本是需要更新的。关于升级 OpenCloud 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直接使用命令。使用 OpenCloud Update 命令把它更新一下，更新好了以后，再使用 Doctor Fix 命令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自动 fix 一下，这样就可以开始用了。对于不太喜欢使用命令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开启它的 GUI。首先用 OpenCloud Gateway 命令把 OpenCloud 启动一下，然后就是运行 OpenCloud Dashboard， 这样 OpenCloud 的 GUI 的链接就是这个了，复制一下。粘贴到本地的浏览器里，按回车，这样就会有了。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 Update Now， 点一下这个按钮，点了 Update Now 按钮以后，它也能更新。那如果你用的是 NPM 安装的 OpenCloud， 就要用 NPM 这个命令来更新 OpenCloud。先要停止一下，停止就用这个命令，停止了以后再用 NPM 命令。把 OpenCloud 更新一下，稍等一下，更新好以后，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OpenCloud 的版本号。更新以后的版本号是 2026.6.11， 这个比它官网要求的已经是高了，官网要求的是 2026.3.22， 那这样 OpenCloud 的版本就符合接入微信的要求。现在用 OpenCloud Gateway 的命令启动一下，启动好了以后再开一个新窗口。用 OpenCloud Dashboard 命令把 GUI 的界面打开，这样它就会弹出 OpenCloud 的 GUI 的界面。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隐身模式下运行，因此我们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在隐身模式下输入这个链接，这样它就跳转到了隐身模式。如果在隐身模式底下跳出来的不是操作界面，而是向你要 token 的界面，我们就需要去拿一下 token。 去哪里拿呢？使用这个命令按一下回车，复制一下这一段，这个就是你的 token。 复制了 token 以后，粘贴到需要 token 的那个页面，按回车就会跳转进入这个操作界面了。如果你想打开 OpenCloud 的终端界面，你就使用 TUI 的命令， TUI 就是 Terminal UI。 进来以后，我们看一下它目前的 model是没有模型的，再看一下 models 也没有模型，问一下他最近用的是什么 model， 看来确实是没有 GPT 5.5， 它需要 API key。 那现在我们就需要去配置一个模型，现在来设置一下模型，先用 exit 退出去，清理一下页面，然后用这个命令创建文件，然后是设置环境文件，然后是授权环境文件，然后要把 NVIDIA 的 API key、Agenis 的 API key 以及 Agenis 的基础 URL 全部写入环境变量会存在环境文件里，这样要使用的时候就相对方便一点。按回车，然后用这个命令看一下配置出来的文件。好，环境文件是已经有了，但是现在的值都是空值。为什么是空值呢？因为你要给这些值填上你自己的 NVIDIA API key 的值，
Agenix API Key 的值 ，Agenix Base URL 的值。我是填好了以后，再次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所填入的值，你要填你自己的。清一下页面，现在要把 OpenCloud 停一下，然后重启一下。之前那个没有 token 的界面，这没有 token 的界面，你就是把 token 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点链接就会进到操作界面了。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oud， 硬变量配置好以后，要开始配置模型。使用这个命令，首先暴露一下刚才3个英伟达的 API Key、Agenix 的 Key， 然后给 OpenCloud 配一个 Agent， 把它的名字叫 ZWPCG， 然后把详细的字写入 OpenCloud 的配置文件。在这里设置模型，就是你想要拿什么样的免费模型。这2个都是免费的，这个是配置上下文的长度。如果没有拿到，他也会去拿别的免费的。然后就是重启一下，按回车，好，助手名字 OpenClaw 也重启好了，这里就会看到助手的名字。助手的名字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这个助手。默认模型似乎还是没有好，问一下是什么模型？默认模型还是没有设置好。用 OpenClaw Model List 命令，免费的模型是有的，这样我们就要去设置模型。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使用 config 命令，开始配置模型，选择 local， 我们就是要配置本地的。然后他会问你要配置什么东西，我们配置的是模型。如果你要配置信道，比如说微信，你就可以选 channels。在这里我们选的是模型，然后会出现模型的提供商，这里有很多模型的提供商。你按一下 more， 就会出现更多的模型的提供商。比如我们等会儿会选的是 NVIDIA。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的模型并不在这个提供商的列表里面，比如说我们想用 Agenix。比如说，你看 Agenix 本身今天在排名表上是第19位，它是免费的，用用还可以啊。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Custom Provider 可以后配啊。我们先选一下 NVIDIA， 选中 NVIDIA 按回车。他说是不是用本地已有的 NVIDIA API Key？ 选是。它默认会有一个 Nemotron 3的，这个是 NVIDIA 自己的，我们不要。按空格键就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Nemotron 的排名不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不选它。我们要选的是 GLM 啊，以及 DeepSeek V4 啊。其实 Minimax 也很不错 ，Kimi 2.6 也很不错。没关系，我们先选一下 GLM 5.2 以及 DeepSeek V4。选好以后按回车，这样就回到了上级菜单。因为已经 config 完了，所以就选择 Done， 然后按回车。然后用这个命令停止一下 OpenClaw， 这样 OpenClaw 就停止了。现在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aw， 稍等一下就重启好了。在这里点一下就可以选择模型了，比如说我们选 DeepSeek V4， 这样再来问他一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但是它的默认模型不是我们要的，去把默认模型也改掉。用这个命令把默认的模型也改成 DeepSeek Version 4， 按回车，后面会重启一下 OpenClaw， 稍等一下，这样就重启好了。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默认模型是直接改成了 DeepSeek Version 4。我们之前还配了一个助手的名字，问一下他助手叫什么名字，发送问题。看起来助手还没有设好，我们让他再设置一下。给一个这样的提示词，让他自己去设置。稍等一会儿，这个就设置好。继续问同一个问题，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设置好。很快就出结果，应该就是设置好了。现在看一下模型，这里比较好的就只有 DeepSeek 4。看一下能不能再添加一些别的模型。首先用 Model List 命令把所有的模型都列出来。Minimax 2.7 和 GLM 5.1。这2个都不错，我想添加一个 GLM 5.1， 使用这个命令添加 GLM 5.1 的模型，然后
关闭 OpenClaw， 重启 OpenClaw， 按回车。好 ，OpenClaw 停止了，稍等一会儿应该就会重启。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今天对 OpenClaw 支持的模型的排名，在这里可以看到 Kimi、GLM 和 DeepSeek 都在前10之内啊。之前千问 3.6 也排名挺高的，现在跌出前10了，这样就重启好了。看一下，这里就有 GLM 5.1 的了。试验一下，把模型转成 GLM 5.1， 随便问一个问题，似乎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因为 GLM 5.1 就不可用。模型转成 DeepSeek V4， 然后你让它自己修复一下，等好了通知就好了。那龙虾自己修复的结果就出了，测试也是成功的。主要的原因是 NVIDIA 不再提供 GLM 5.1 的支持，要使用 GLM 5.2。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既然使用了自动化的助手，就要让它自己搞自己。接下来问一下 GLM 5.2 天气的问题，稍等一下，很快就出结果了。那 GLM 5.2 这个也就可以用了。但是要注意，免费的 AI 模型都会有 rate limit， 超过了以后会有429错误，需要等一会儿才能继续用。前面这一段是配置模型和助手啊，如果你之前都已经配好了，就可以直接跳过前面这一段。现在开始配信道，以前配过 Telegram、WhatsApp 以及飞书啊，这一次配的是微信，这就是它的官方教程。基本上就是跟着它的教程走一遍就是了。先用这个命令生成2个文件夹，一个给类似于管家的一个机器人，叫做 Amo， 一个是给类似于客服的机器人，叫 Casa。它们里面都是放配置、数据、日志、多媒体、提示词和脚本。不同就是这个是管家，这个是客服。按回车，用这个命令回到根目录，用鸭子命令看一下，有看到 Amo， 在 Amo 底下也看到了 Casa， 那这2个空的文件夹就做好了。现在开始安装，直接复制一下它官网的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稍等一下。如果没有安装成功，它还有一个备份选项，这个是官网提供的备用选项。如果这一条没安装成功的话，正常情况下这一条是应该要安装成功的。现在需要连到你的微信，你要么可以用它这里提供的这个2维码，要么你可以直接用下面这个链接，都可以。我就直接扫一下码，我们扫完码再继续。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微信扫完以后会出现账号不支持这个功能。无论是扫这个2维码还是使用下面这个链接，都会有这个问题。次数多了以后，2维码就会失效。这很可能是因为我手机绑的是一个国外的手机号啊，不是国内的手机号啊。但是也不用太担心，我们继续，只需要把后面这些命令走完，你就可以连上微信。刚才就是用这个命令安装了一下。如果你扫描2维码通过了，和你的微信连上了，记得重启一下你的 OpenClaw， 清理一下页面。重启 OpenClaw 以后，用这个命令设置一下你叫 Amo 的这个机器人，主要就是告诉他微信去哪里拿这些资料。你要拿数据的话，就要去这里拿数据。然后用这个命令配置的是这个叫 Casa 的机器人。然后根据官网的要求，就要开始 login 了。login 也很简单，复制一下这个命令，粘贴到终端按回车，按照它官网的讲法，输入 login 命令之后，会要用手机再次扫描2维码。但是如果你想配的是2个机器人，就有可能需要用这个命令先 login 进 Armor， 然后用这个命令 login 到 Casa。相同的，之后如果要做 pair， 你很可能也要 pair 2次，它这里只需要 pair 1次。如果你做2个机器人，就要 pair 2次。首先，复制一下这一行命令，粘贴进终端按回车，你可以看到 OpenClaw 微信的配对命令的列表。
如果你前面配的是 Armor 和 Casa 两个机器人，你就应该看到两个配对指令。与此同时，你应该可以收到发到你微信上的配对码，然后你就要开始逐个配对。假设你先配对的是 Armor， 后面跟的是你收到的配对码，应该是一个6位数的配对码，然后用这个命令配对 Casa， 后面是 Casa 的配对码，配对完就好了。然后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 OpenClaw， 这样你的 OpenClaw 就连到你的微信上了，而且创建了2个机器人。重启好以后，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OpenClaw Channel 的运行状态，你就应该可以看到微信2个机器人都处于连接的状态。然后用这个命令取消隔离。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假如说你的机器人是一个客服，你使用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任何人都能跟你的客服聊天，而不是只有在你给的白名单的人才能进这个机器人跟你的机器人聊天。允许所有人都能和你的机器人聊天以后，也要使用这个命令。它主要作用是阻止群组聊天，也就是跟你机器人聊天的所有客人不能在你的机器人内互相聊天。然后需要运行这个命令，它让每一个和你机器人聊天的客户都有自己独立的聊天文档，这样你回头去查的时候就不会搞错。如果张三李四王五问你聊天机器人的时候，所有的对话都集中在一个文档里，这样你之后就很难查了，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把这些人的对话都独立分出来。然后用这个命令检查一下刚才的设置是否都生效了。如果看到长得像这样的一段回复，就说明刚才所有的命令都生效了。然后用这个命令重启一下你的 OpenClaw， 或者直接用 Restart 命令也可以。重启好了就好了， OpenClaw 就接入到微信里了。你如果不放心，就使用一下 OpenClaw Plugin List 命令，看一下在终端里输出的 List 是不是有 OpenClaw 微信，或者是应该叫做 Amo 以及 Casa， 因为之前定的机器人的名字是 Amo 和 Casa。 那么大概就是这些。这期主要讲的是如何使用 OpenClaw 连接到微信做聊天机器人。我微信的账号有点问题啊，但是大致的过程是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的。顺便说一下关于如何免费得到无需实名、无需手机验证 NVIDIA 的 API Key， 在这个视频已经讲过了，差不多从这里开始看就可以了。关于 Agenis 的免费的 API Key， 在这个视频里讲过了，大概从这里开始看就可以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着把 OpenClaw 加到微信里去，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